第36章一个简单的问题。奥黛丽边回想父亲和哥哥讨论局势时的话语，边自行发挥道：他们认为现在政府的结构太过混乱，每次选举完毕，只要出现党派的更替，都会从上到下换一批人，让事情变得一团糟，效率极其低下。这不仅造成了战争的失利，还给民众们带来了极大不便。克莱恩很清楚，因为没有参照对象，此时的鲁恩王国还没有进化出公务员考试制度，政党执政形势依旧处于初级阶段，所以在选举胜利后，不少所谓的事务性位置也会奖励给成员和支持者。罗塞尔大帝在英蒂斯竟然没有发明这种制度，简直不符合他的性格啊！难道说后期他将重心转移到了别的地方？倒吊人阿尔杰听到这里，低笑着插了一句：他们认为，他们的感觉还真是迟钝啊！也许他们被黑蚊叮咬之后，得过上1年才觉得养黑蚊是鲁恩王国南方的一种生物，以毒性强烈，让人恨不得挠破皮著称。奥黛丽伸出手掌，掩了下嘴巴，没管倒吊人的嘲讽，抛出了刚才消息的核心。可惜，他们暂时找不到替代这种制度的好办法。克莱恩静静听着，感觉话题进入了自己擅长的领域，微微一笑道：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。大赤货帝国和学习大赤货帝国的辅国都有着非常成功的先进经验。简单？奥黛丽略感诧异的反问。虽然他的家教课程不包含政治，但经常旁听父亲、哥哥等人讨论的他，在类似方面还是有着足够的了解。克莱恩仿佛回到了以前的论坛，从容笑道：考试就像大学入学考试一样，举行一场面对所有公众的考试，这可以分为2轮或是3轮，用最客观的方式筛选出精英。可是奥黛丽隐约知道这会带来怎样的反对，没给他整理语言的机会。克莱恩继续说道：之后用这些精英填充内阁、郡政府、市政府和各个镇的事务性位置，也就是直接做事的位置。比如内阁高级秘书针对不同位置的不同要求，可以在第2轮或第3轮里进行分开的、有区别的考察。专业的事情得交给专业人士去做，而大臣、郡长和市长这些政务性的位置就留给选举获胜的党派，这是他们理应分得的蛋糕。旁边对这个问题缺乏足够兴趣的阿尔杰不知不觉侧过了脑袋，认真倾听。奥黛丽则微皱眉头，陷入了沉思。不要急着一次就替换掉所有人，内阁和各级政府会瘫痪的，可以每年或者3年举行一次考试，逐渐更替，之后再是王国扩张的情况和政府雇员辞职、老迈带来的空缺，有计划的核定名额。克莱恩充分发挥了自己键盘政治家的特色，末了摊手说道：这种设计可以最大程度上将王国内有见识的精英纳入政府，而且不管哪个党派上台，不管大臣是谁，事务官们都能让王国维持基本的也相对有效的运转。当然，副作用是诞生官僚主义这个不死的恶魔。奥黛丽边思考边疑惑问道：也就是说，即使那些大臣变成卷毛狒狒，也不会有太大影响？不，阿尔杰主动插嘴道：我认为卷毛狒狒是比现在大臣更好的选择。他顿了下补充道：毕竟卷毛狒狒只需要吃、睡以及交配，不会给出愚蠢的主意，不会坚持没有脑子的计划。倒吊人先生，听起来你有个不太好的上司。克莱恩坐在上首，含笑摇头。奥黛丽回味着愚者先生刚才的描述，好一阵子才愕然道：这听起来似乎真的能管用，很简单却很有效的办法。他望向克莱恩，诚心诚意赞叹道：愚者先生，您一定是位人生经验丰富、智慧出众的长者。克莱恩嘴角抽动了一下，看了看倒吊人和正义，沉默几秒道：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吧。如果正义小姐能够影响她的亲属，推动这件事情的发生，我就提前引导班森，让他有机会成为公务员。仔细想想，班森确实挺适合这行的。不过正义应该不会主动去做，因为那样一来，我和倒吊人打听一下是哪位贵族提出的建议，就基本能猜到他真实的身份了。当然，他可以绕个圈子，用更隐蔽的办法。遵从您的意志。奥黛丽和阿尔杰同时起身道。克莱恩往后微靠，切断了联系。只见正义和倒吊人虚幻模糊的身影迅速破碎消散。灰雾之上，神灵居所般的宏伟大殿里，一下只剩安静坐在青铜长桌上守的他。克莱恩没有像上次一样直接坠入灰雾离开这里，因为已成为非凡者的他还足够精神。他之所以提前结束塔罗会的碰面，
是因为知道了职业者对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的真实态度，决定等下得做出认真寻找的样子，而不是直接躺倒睡觉，那会被邓恩、史密斯他们怀疑自己在家里做了什么。而且今天的收获也不算少了。克莱恩坐于青铜长桌上手的高背椅，双臂搁在扶手上，十指交叉，目光沉然地打量起那片无垠灰雾，只觉这里空旷寂静，仿佛千万年来都无人踏足。他在建立联系，召唤来正义和倒吊人的投影时，敏锐察觉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身为非凡者的自己有余力再触碰另外的深红星辰，也就是说，能再召唤来一位。克莱恩回想那种感觉，几乎确定地自语了一句，但他之前并没有冲动尝试，因为不知道拉来到的新人会是什么身份，会有什么态度，毕竟不是谁都能像正义和倒吊人一样因独特的性格飞快融入，各取所需，似乎愿意隐瞒。如果拉来类似邓恩、史密斯那种，那自己这个刚成立的神秘组织就立刻暴露在教会的注视下了。作为邪恶组织大 boss 的自己将前途堪忧。克莱恩知道这片灰雾非常特殊，明白它不是邓恩、史密斯这种序列的非凡者能够破解的，但问题是，既然有非凡力量了，就不得不考虑神灵的存在。克莱恩目前谨慎的相信7位正统神灵都切实存在，当然，他更倾向于这些神灵只是比高序列者更强更厉害一点而已，并且受着某种严格的限制，至少第5纪以来，除了几份神谕，他们在未有事迹呈现。呵，强迫拉人也是不好的事情，没谁愿意莫名其妙卷入神秘事件，还是等以后再看看吧。克莱恩叹了口气，站了起来，他展开本身的灵性，感应着身体的存在，然后开始模仿那种急速下坠的沉重感。眼前光影当即变幻，灰雾和深红瞬间远去，克莱恩像是穿透了无穷无尽的水膜，终于看见了现实的世界，看见了满屋的昏暗。这一次，他完全清醒，认真体验着过程。奇怪，灰雾和灵界还是有点不同。克莱恩动了动手脚，感受到血肉的真实。他认真体悟了一阵，摇头走到书桌前，伸手拉住了窗帘。唰，帘布退缩，阳光照入，一世光明。望着凸肚窗外的街道和来来往往的行人，克莱恩吸了口气，无声自语道：“该出去干活了，我该怎么扮演占卜家？这个不能太急，我暂时还只会灵视。”贝克兰德，皇后区。奥黛丽·霍尔看见了镜中的自己，看见了激动到绯红的双颊和明亮至让人不敢直视的眼睛。他顾不得审视这些，赶紧回想之前，然后提起镶嵌宝石的钢笔，刷刷刷在精致羊皮纸上书写起观众这份魔药的配方：80毫升纯水，5滴秋水仙精华，13克牛齿芍药粉末，7瓣金铃花，1对成年曼哈尔鱼的眼睛，35毫升羊角黑鱼的血液。呼，奥黛丽吐了口气，反复看了几遍，终于确认无误。他又有了舞蹈的冲动，但告诉自己要矜持。想了想，他开始在魔药配方周围书写各种化学物品的名称，将这一页伪装成了繁杂的、混乱的科学知识。只要不是有意识的仔细阅读，随意翻看的人肯定发现不了我隐藏的细节。真棒！奥黛丽自我表扬了一句，将思绪转向材料的获得。先在家族的几个宝库里找，没有的部分试试能不能从其他人那里交换到。如果这样还是凑不齐，只能在下次聚会时找愚者和倒吊人先生帮忙了。拿什么作为报酬呢？考虑了一阵，奥黛丽合拢笔记，将它放到卧室内的小书架上，接着步伐轻快地来到门边，拉开了房门。一条金毛大狗正乖巧地坐在外面，奥黛丽嘴角上翘，露出灿烂如同阳光的笑容。苏茜，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。报纸上的连载故事里，侦探先生总是有一位得力助手。我想，真正的观众身后也需要跟随一条大狗。只有一点烛光摇曳的地下室内，阿尔杰·威尔逊抬起手掌，仔细看了看。许久之后，他发出一声感慨，还是那么神奇，完全把握不到细节。哪怕自己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，依旧没能洞悉愚者是怎么完成召唤的。他目光下移，望向了长桌上的羊皮卷轴，在那片黄褐色的抬头位置，深蓝色墨水书写出了一行赫密斯文。航海家第37章俱乐部。顶着下午的烈阳，克莱恩走出了家门，因为要从铁十字街一直走到维尔奇的住所，他换掉了正装、礼帽和皮靴，改成了亚麻衬衣、陈旧棕色外套、同色圆边毡帽和老旧皮鞋。
这样就不用担心汗水味道漩污染那价值不菲的一套了。沿着水仙花街，他缓步往铁十字街前行，途经拐角广场时，下意识望了眼那里，那一顶顶帐篷已是消失，之前的马戏团早完成演出，离开了此地。克莱恩本来还想象过，那位帮自己占卜的驯兽师其实是隐藏的强者，因为发现了自己的特殊，专门来进行引导，后续肯定还会有碰面和暗示。然而一切都没有发生，他跟着马戏团开始了下一段旅程。哪有那么多的套路？克莱恩失笑摇头，转向了铁十字街。铁十字街并非只有一条，而是如它名字一样，有两条道路交错形成，以十字路口为核心，它分为左街、右街、上街和下街。克莱恩、班森和梅丽莎之前所住的公寓就位于下街，不过住在公寓和周围的民众都不认为附近是下街，而是自创了中街这个名词，以此与200米之外道路延伸处的平民聚集地区别。在那里，一间卧室可能挤5口、6口，甚至10口人。克莱恩走在左街街道边缘，思绪发散开来，想起了那本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，想起了他的不知所踪，想起了职业者的重视，想起了由此而来的那场血案。他的心情慢慢变得沉重，脸色阴郁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朵。小克莱恩问。克莱恩疑惑转头，发现自己走到了斯林面包房的门口，头发灰白的温蒂太太正带着柔和的笑容扬手招呼。你看起来不太开心。温蒂和煦开口。克莱恩揉了下脸庞道。一点点，不管有再多的烦恼，明天终究会来临。温蒂太太微笑说道。来，帮我试一试我新制作的甜冰茶。我不知道它是否适合本地人的口味。本地人？难道斯林太太您自己不是？克莱恩好笑摇头。试一试应该就是免费的意思吧。温蒂、斯林扬了下嘴角道。你猜对了，我其实是南方人，跟着我丈夫来到廷根，这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呵呵，那时候班森还没有出生，你父亲和母亲甚至都还没有认识。我对北方的食物风格一直都有点不习惯，总是想念家乡的食物，想念猪肉香肠，想念土豆面包，想念烤薄饼，想念猪油炸蔬菜，想念特色酱汁的烤肉，也想念甜冰茶。克莱恩听得泛起了笑容。斯林太太，这真是让人饥饿的话题啊。不过我感觉好了很多，谢谢。美食总是能治愈悲伤。温蒂递给了克莱恩一杯棕红色的液体，我根据回忆调制的甜冰茶，你来尝尝好不好喝。克莱恩道谢之后抿了一口，只觉这饮料有些地球上冰红茶的口感，但没那么刺激，茶味更浓，清爽感更甚，一下就驱散了烈阳照耀带来的灼热。非常棒，他赞叹道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温蒂笑得眯起了眼睛，和蔼地看着克莱恩将那杯甜冰茶喝完。和斯林太太闲聊了一阵搬新家的事情后，克莱恩回到了最熟悉的那条街道。下午时分，这里的街贩少了很多，他们要到5点半之后才会重新聚集，剩下的那些也是没什么精神，蔫蔫的样子。刚拐入这里，克莱恩的心情突然莫名阴郁，有种说不出的压抑、低落和灰暗感。怎么回事？他敏锐察觉到自身的不对，当即停顿下来，左右打量，可是并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事物。想了想，克莱恩抬起手，状似思考般在眉心轻敲了2下。他视线所及，当即发生了变化，那一位位街贩和几个行人的气场呈现了出来。克莱恩还没来得及审视他们健康的颜色，就被那象征着情绪的浓郁暗淡所吸引。被观察者具体的想法，他无法判断，但那种悲观、麻木和沉郁的印象深深刻在了他的心头。环顾一圈，他发现附近都是这种昏暗的色调，哪怕阳光都无法驱散。这是不知多少天、多少月、多少年染上的压抑。看到这里，克莱恩一下明白了原因。就像老尼尔说的那样，开启灵视的自己很容易因为进入陌生环境而感觉不舒服，也很容易被别人的情绪感染。类似的道理同样能用在灵感这个能力之上，这是成为占卜家后不需要额外学习就能获得的能力，它属于被动且无法拒绝的感应，可以让人直接察觉到一些异常情况的存在，而察觉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交互，所以在类似通灵者的非凡眼里，每个人的灵感强弱是如此明显，就像黑夜里的火炬，所以高灵感的人也就会很自然、很容易的被异常且强烈的氛围影响，只能通过反复的练习来把握、来控制、来适应。
这样压抑的色调恐怕得很长时间才能形成吧。克莱恩叹息摇头，有所触动。他又轻敲了眉心2下，并努力收束住灵性。哒哒哒，克莱恩一步步走向公寓，感应着其他可能存在的异常和微妙联系，以此寻找被自身藏起来的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。街道与往常一样，有脏水，有垃圾，一直到公寓门口才算干净了起来。克莱恩推开半掩的大门，于阳光未能企及的阴暗里，在1楼转了一圈。他一阶阶上行，让木质的楼梯不断发出吱呀的声音。2楼一如既往的缺少光明，克莱恩放纵着灵感，直视着昏暗。然而，他不仅没能发现笔记的线索，连无形的灵体都未看到一只。要是能这么容易遇见，绝大多数普通人也就不会察觉不到非凡事物的存在了。克莱恩自我感叹了一句，他已经明白大多数灵不是以灵体的形式存在，而是灵性，必须通灵者才能有效进行沟通。到3楼转了一圈后，克莱恩离开公寓，沿着记忆里的道路步行往韦尔奇的住所。他足足走了1个小时，依旧没能在途中有所发现。立在那栋花园别墅外面，克莱恩隔着紧锁的铁门眺望着房屋，暗自嘀咕道：韦尔奇家应该不用找吧，队长和戴利女士肯定地毯式搜查过了，而且我又没有这里的钥匙，总不能翻墙吧。明天换另外一条路线过来试试。今天走了这么多路，却没有部署排行榜。吐槽之中，克莱恩回身前往附近的街区，打算坐公共马车去黑金级安保公司，将今天分的30发子弹领出来，抓紧时间进行练习。占卜家缺乏快速又有效的攻击手段，只能靠左轮和手杖来弥补了。韦尔奇住所附近的区域相当干净，街道两旁有着不少窗明几净的店铺。拐过路口，克莱恩正在寻找公共马车点，目光忽地扫到了对面2楼位置的几个招牌：哈罗德百货商店、退伍军官俱乐部、占卜俱乐部、占卜俱乐部。克莱恩默念着这个名称，突然想到了自己要扮演占卜家的事情。过去看一看，寻找新想法。思绪纷呈间，克莱恩穿过街道，来到对面，登上2楼。进入大厅，站到负责接待的漂亮女士前方。这位女士盘着棕黄色的头发，打量了克莱恩一眼，微笑说道：先生，您是想占卜，还是加入我们俱乐部？加入有什么条件？克莱恩随口问道。棕黄色头发高高盘起的女士熟稔地介绍道：填写详细资料，缴纳会员年费，初次是5磅，之后每年1磅。放心，我们不像那些政治或商业俱乐部，必须获得正式成员的推荐才能加入。会员可以免费使用俱乐部的会议室和各种占卜房、占卜工具，免费享用我们提供的咖啡和茶水，免费阅读我们订的报纸和杂志，成本价购买午餐、晚餐、酒类饮料和一些占卜教材、占卜材料，而且我们每个月至少会请一位有名的占卜者来讲课，来解答疑难。最重要的是，您能找到一群有相同爱好的朋友，能互相交流经验，听起来不错。然而我没有钱。克莱恩自嘲一笑，转而问道：如果想占卜呢？第38章业余爱好者。听到克莱恩的问题，棕黄长发优雅盘起的漂亮女士一点也没有不耐烦的表情，保持着礼貌的微笑道：我们的会员可以自由的在俱乐部帮人占卜，并自己确定价格，我们只抽取很低比例的费用。您如果想占卜，可以看一下这份图册，上面有愿意替人占卜的会员的介绍和价格。不过今天是周一的下午，我们绝大部分的会员都在上班，都在忙碌，只有不到5位过来。他一边说，一边请克莱恩在接待厅靠窗位置的沙发坐下，然后于对面翻开图册，指出目前在俱乐部的会员：海纳斯·凡森特，廷根有名的占卜者，常驻俱乐部的导师，擅长各种方式的占卜，每次收费4苏勒，好贵，这都能让我和班森、梅丽莎吃2顿丰盛的晚餐了。克莱恩暗自啧舌，没做回答。那位发髻棕黄的女士见状，继续往后翻页，一一进行介绍。最后一位，格拉西斯，今年刚加入俱乐部的会员，掌握了塔罗占卜，每次收费2便士。先生，您想选择哪位？克莱恩一点也没有客气的回答。格拉西斯先生。负责接待的漂亮女士沉默了2秒道：先生，我必须预先提醒您，格拉西斯先生只能算初学者，明白？我会对自己的决定负责。克莱恩微笑点头。那请您跟着我漂亮女士起身，引着克莱恩进入接待厅旁边的大门。那里有一条不算太长的走廊，尽头是敞开的会议室，里面阳光充沛，有桌有椅。
摆放着报纸、杂志、纸牌等事物，淡淡的咖啡香味从中飘出。距离会议室还有2间房的时候，负责接待的漂亮女士示意克莱恩停下，自己加快脚步走入镜头，嗓音轻柔的喊了一声：“格拉西斯先生，有人找您占卜。”一道充满惊讶和疑惑的声音当即响起，伴随着椅子挪移的动静。“是的，您要使用哪间占卜房？”漂亮女士不带什么情绪的回答。“黄水晶房，我喜欢黄水晶。”格拉西斯出现在了会议室门边，好奇的望向等待于不远处的克莱恩。他是位30来岁的男子，肤色较深，瞳孔呈暗绿色，头发淡黄而柔软，身穿白色衬衣、黑色马甲，胸口挂着副单片眼镜，气质颇为不错。负责接待的漂亮女士没有多说，打开了紧挨着会议室的黄水晶房，里面窗帘紧闭，光线昏暗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神与灵的启示，获得准确的占卜结果。“你好，我是格拉西斯，我完全没想到你会挑选我来替你占卜。”格拉西斯以绅士的方式行礼，快步进入房间，坐到了长桌后面。坦白的讲，我只是尝试着替人占卜，还没有丰富的经验。暂时来说，我并不是一位好的占卜者，你还有反悔的机会。克莱恩还礼之后，跟着入内，反手关上了房门。他就着穿透帘布的光芒，微笑说道：“你真是位诚实的先生，但我是一个对本身选择非常坚持的人，请坐。”格拉西斯指了指对面的位置，想了几秒道：“占卜只是我的爱好，呵呵，人的一生时常会得到神灵的指点，而普通人却无法准确的解读主的意思，这就是占卜存在的意义，也是我加入这个俱乐部的原因。在这方面，我对自己还没有足够的信心，我们就当接下来的占卜是一场交流，免费的交流，这个提议怎么样？给予俱乐部的费用由我自己承担，才1/4便是。”克莱恩没有说好，也没有摇头，转而笑道：“看得出来，您有份不错的、体面的工作。”说话的同时，他身体略微前倾，右手握拳抵住额头，轻敲了2下。“但这不能提高我占卜的准确性。”格拉西斯幽默回答，沉吟着问道：“你头疼？想占卜有关健康的问题？”“一点点，我希望占卜的是一件物品的下落。”克莱恩早就想好了说辞，身体缓缓后靠。在他的眼里，格拉西斯的身体气场清晰呈现，肺部的橘红色暗淡而稀薄，并且影响到了其余的亮度。这不属于疲惫的表现。克莱恩微不可见地点头，寻找遗失的物品。格拉西斯思索了几秒道：“那我们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判定。”他将黑色桌面上那叠整整齐齐的塔罗牌推向了克莱恩，平静下来，在心里回想那件物品，默念是否还能找到他这个问题。与此同时，洗牌和切牌好的克莱恩其实并不记得那本古老笔记的样子，只能自行拓展了需要默念的问题，是否还能找到那本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。重复之中，他熟练地完成了洗牌和切牌。格拉西斯从最上面捻起一张，横着推到了克莱恩面前，将它顺时针转成竖直，然后翻开。如果是逆位，也就是牌上的图案倒着朝向你，就表示那件物品找不回来了。如果是正位，那我们继续后面的占卜，寻找它的具体下落。克莱恩按照提示，将横放的牌顺时间转为了竖直。他捻住这张塔罗牌的边缘，将它翻了过来。这是一张图案倒放的逆位的牌。很遗憾，格拉西斯叹了口气。克莱恩没有做出回应，因为他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面前那张塔罗牌上。这张逆位牌上的图案是穿华丽衣物、带绚烂头饰的愚者。又是愚者？不会这么巧吧？按照倒吊人和老尼尔的说法，占卜是灵性与灵界，与更高层次的我沟通的结果，塔罗牌只是方便解读象征性启示的工具。理论上来说，用什么占卜物品都无所谓，都不影响结果。克莱恩微皱起眉头，考虑了一阵道：“我能占卜那件物品是否已经被别人得到了吗？”“完全可以，按照刚才同样的方式重新来一遍。”格拉西斯兴致浓厚地点头。克莱恩重新洗牌、切牌，并默想着问题。抽牌、横放、顺时针转成竖直，他表情认真地做完了准备。吸了口气，克莱恩伸出手去，翻开了那张塔罗牌。千万不要又是愚者啊！祈祷的心情里，他忽地放松下来，因为牌面呈现为星星逆位。看来那件物品还没有被别人捡到。格拉西斯微笑解读道。克莱恩点了点头，抬起右手，思考般轻敲了眉心2下，
然后从裤兜里拿出2枚有暗黄铜则的便士，推给了格拉西斯。我不是说免费吗？格拉西斯眉头一皱道。克莱恩笑笑起身，这是对占卜的尊重，好吧，感谢你的慷慨。格拉西斯站起伸手，握了握手。克莱恩退后2步，转过身体，走向门口，拧动了把手，即将出去时，他忽地回头，问了一声道：格拉西斯先生，我建议你尽快看一下医生，主要是肺部的问题。为什么？格拉西斯愕然反问。这是不满意占卜的结果，在诅咒我吗？克莱恩想了想道。这是从脸色上看出来的症状。你眉心发黑，眉心发黑。格拉西斯还是初次听见类似的描述，克莱恩没再解释，笑笑走出房间，顺手关上了木门。他是位无照医生，还是乡野药师？格拉西斯好笑摇头，顺手拿起了占卜用银镜。他仔细一瞧，发现自己的眉心确实发黑，不过这是环境的问题，穿透窗帘的暗淡光芒下，他何止眉心发黑，整张脸都是发黑的。一个不那么让人喜欢的玩笑，格拉西斯低语了一句。他不太放心的给自己占卜了健康，确认没什么问题。离开占卜俱乐部时，克莱恩对将来已经多了一个规划，那就是尽快攒钱，缴纳年费，成为俱乐部的一员，从而开始扮演所谓的占卜家。为什么不自己单干？是由于暂时没资源，没渠道，又不可能去站街做摊贩。毕竟好歹是个体面人，要脸的。过了几分钟，他等到了公共马车，花费2便士，抵达了不算太远的佐特兰街。推开黑金级安保公司的大门，他没看见熟悉的棕发女孩，只发现那位有诗人气质、黑发绿瞳的伦纳德·米切尔坐在接待台后方。下午好，罗珊呢？克莱恩脱帽行礼后问道。伦纳德微笑着指了指隔断门，他今晚轮值武器库。不等克莱恩再问，伦纳德仿佛在思考什么问题般道：克莱恩，我有件事情一直很疑惑。什么事情？克莱恩一脸茫然。伦纳德站了起来，语气舒缓的笑道：为什么韦尔奇和纳亚是当场自杀，而你是回到家里？应该是那未知的存在想让我将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带走，隐藏起来。克莱恩说着公认的推测。伦纳德踱了几步，忽地转身直视着克莱恩的双眼。如果让你们自杀是为了灭口，抹去线索，那为什么不直接让你当场毁掉那本笔记？第39章有趣的技巧。事实上，我并不知道那本笔记是毁掉了还是被隐藏了，不过可以反向推理一下，如果要毁掉，完全可以当场做，没必要让我带走再进行。听到伦纳德的问题，克莱恩瞬间开启了键盘侦探模式，沉吟着说道：也许我和维尔奇纳亚触及到的未知存在，既享受生命的献祭，又希望继续有类似的事情，所以在自杀事件肯定会被发现的情况下，让我带走笔记，隐藏起来，为第2次的享受做准备。只是过程中不知出了什么问题，我最后没有自杀成功。这是克莱恩根据上辈子看过的那些涉及邪恶祭祀的资料、小说、电影和电视剧进行的合理猜测。至于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，他非常清楚，那就是多了自己这个穿越者变量。不错的解释，但我想或许还有另外的可能。韦尔奇和纳亚的自杀献祭，让那位未知的存在有了降临的可能，那本笔记就承载或者孕育着邪恶，让你带走它，隐藏起来，是担心在诞生，在强大之前被我们发现，直接毁掉。伦纳德·米切尔阐述着另一个可能。说到这里，他盯着克莱恩的双眸，微微一笑道：当然笔记也许已经被毁掉，目的是为了掩盖上面的内容，掩盖真正承载或孕育邪恶的物体。这样一来，你的自杀未遂就有足够的理由解释了。什么意思？这是在怀疑我？怀疑原主的身体承载或孕育着邪恶？不，他承载或孕育的是穿越者。孕育这个词还行。克莱恩愣了愣，边暗自吐槽，边斟酌着说道：我不为自己辩解，毕竟我真的遗忘了那段记忆，但无论队长还是戴丽女士都确认我没有别的问题。你的笑话并不好笑，我只是在探究这么一种可能，不排除那位未知存在降临时遭遇了打击，以至于你自杀失败。我们要相信女神始终庇佑着我们。伦纳德笑笑转移了话题，你下午有什么发现？经过刚才的对话和之前的事情，克莱恩对伦纳德有了很深的戒备，但表面却不动声色的回答：没有，我明天下午得换一条路线。他指了指隔断道：我得去武器库领取子弹了，射击俱乐部会开到晚上9点。
毕竟他很多会员得下班才有空闲。愿女神庇佑你。伦纳德微笑着在胸前画了一个象征绯红之月的圆圈。目送克莱恩通过隔断，听着他走下楼梯的脚步声，伦纳德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，碧绿的眼眸内尽是疑惑。他低声说了些什么，语气有点不满。下了楼梯，克莱恩沿着煤气灯静静照耀的走廊拐向了武器、材料和文献库。这里铁门敞开，棕发女孩罗珊正站在长桌前，和一位留着浓密黑须、头戴半高礼帽的中年男子交流着什么。下午，不，晚上好，这里永远都像是半夜。克莱恩，听老尼尔讲，你成为了非凡者，叫什么占卜家？罗珊侧过头来，语速飞快地问道。他没有掩饰自己的好奇与关心。克莱恩含笑点头。下午好，罗珊小姐，这里虽然总是黑夜，但让人感觉宁静。你刚才的描述不够准确，应该这么讲，我服食的序列魔药的名称是占卜家，你还是选择了成为非凡者。罗珊叹息着说道，一时陷入了沉默。克莱恩望向旁边的中年男子，礼貌性问道，这位是别的职业者队员，还是我没见过的另外2位文职之一？罗珊抿了下嘴唇道，布莱特，我们的同事，他想和我调换值班的顺序，将后天晚上空出来。他要和他夫人去北区大剧院看傲慢者，庆祝他们的结婚15周年纪念日，真是一位浪漫的绅士啊。布莱特微笑伸手道，有罗珊小姐在，所有的事情都不需要重复了。你好，克莱恩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成为了非凡者，而我，或许永远也没有这个勇气，大概是无知者无畏吧。克莱恩自嘲了一句，伸手与对方握了握。这不是坏事，布莱特摇头笑道，曾经有位非凡者临死前告诉我，永远不要去探究那些奇怪而危险的事情，知道的越少，活得越久。这时，罗珊插话道，克莱恩，你不用太在意，我听老尼尔讲，你的占卜家属于辅助，相对安全不少，只要你不试图沟通未知的存在。你怎么穿这样的衣物？一点都不绅士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领取今天的30发子弹。克莱恩没有回答罗珊前面的问题，他相信这位姑娘很快就会忘记此事。好的，罗珊指着桌子道，布莱特，都交给你了，你应该清楚钥匙和子弹的位置。哎，老尼尔真是小气啊，都没有把手磨咖啡留下来，他承诺今天让我喝到满足的。他絮絮叨叨间，克莱恩领到了子弹。2人结伴离开地底，与佐特兰街上分别，一个乘坐公共马车回家，一个走入了射击俱乐部。砰砰砰，握枪、抬臂、射击，甩出转轮，退掉弹壳，塞入子弹。克莱恩一遍遍重复着这个过程，熟悉并记忆着射击的感觉。当然，他中间有好几次的休息，以进行总结和修正。练习完毕，克莱恩又利用场地做了类似俯卧撑的诸多运动，努力锻炼身体，提高体质。等到一切结束，乘坐无轨公共马车回到家里，他才发现已接近7点，天色早已昏暗。正当克莱恩打算去市场或街边购买晚饭的食材时，却发现大门打开，梅丽莎拿着装文具书本的袋子回来了。除此之外，她还提着不少菜。我想你和班森今天回来的都会比较晚，早上出门时从你们藏钱的地方拿了一苏勒。看见哥哥疑惑的目光，梅丽莎习惯性的认真解释道，你都拿了钱，怎么不坐公共马车去学校？被提醒的克莱恩想起了早上的事情。梅丽莎微皱眉头道，为什么要坐公共马车？到学校得4个便士，来回就是8便士，算上你和班森，我们一天就要在公共马车上花费24便士，整整2苏勒，一周，不算周日就是12苏勒，略等于我们的房租了。停，不要炫耀你的数学水平。克莱恩好笑的压了下手。梅丽莎先是停顿，接着又补充了一句，我走路去学校挺好的，老师说每个人都要经常锻炼，而且我还能在路上捡到一些破损的零件。克莱恩轻笑一句道，那我们再算一算，公共马车费用12苏勒，房租12苏勒3便士，一共才1磅4苏勒3便士，用班森的薪水就可以支付了，还有不少剩余。他领取到上周的薪水了，而我每周还能领取1磅10苏勒，即使每天吃肉，即使算上煤气、煤炭、木材、调料等的花费，在午餐节俭一点的情况下，依旧有剩余，甚至可以订份晨报，每天才1便士。等到2个月后，我弥补完预支的薪水，就可以攒钱给班森，给你添置新的衣物了。可是，
可是我们得考虑意外。梅丽莎坚持着不变的观点。克莱恩含笑看着他道：那我们可以少吃点肉，你不觉得每天花费100分钟在路上很浪费时间吗？完全可以利用它多看些书，多考虑点问题，多提升自己的成绩。这样一来，梅丽莎你就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找到薪水不错的工作，到时候还担心什么呢？他发挥着以前在论坛或人辩论的经验，终于说服了梅丽莎，让她同意坐公共马车去学校。总算忽悠住了。不，怎么能叫忽悠？这叫以理服人。克莱恩腹诽一句，接过梅丽莎买的菜，叹息道：明天记得买牛肉或者羊肉、鸡肉，吃饱吃好，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和聪明的大脑应对艰难的学习。光是说都有点想流口水。梅丽莎抿了抿嘴，默然几秒道：好的。第二天清晨，监督着梅丽莎上了公共马车，克莱恩和班森于街口分别，各自抵达了公司。克莱恩刚跨入大门，就看见老尼尔与罗珊在接待台那里闲聊。前者依旧是一身古典的黑色长袍，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目光，后者则换了套嫩黄色的轻便长裙。早上好，尼尔先生，罗珊小姐。克莱恩脱帽行礼道。老尼尔促狭地看了他一眼。上午好，昨晚没听见什么不该听见的声音吧？没有，我睡得很好。克莱恩对此也颇感奇怪，他只能归结于自己灵感还不够高。哈哈，不用在意，其实没那么容易听见的。老尼尔指着隔断道，去武器库那里，今天上午继续我们的神秘学课程。克莱恩点了点头，跟着老尼尔走下楼梯，进入地底，来到武器库，替换了昨晚值夜的布莱特。今天需要学什么？克莱恩好奇问道。老尼尔长长的嗯了一声道：复杂的基础的知识，不过在此之前，先教你一个有趣的技巧。他指了指手腕上缠绕的银质链条，而链条顶端垂着一枚纯净的白水晶。第40章神秘学课程。有趣的技巧？克莱恩非常好奇地问道。老尼尔嘿嘿一笑道：我去巡视一遍武器、材料和文献库，你用桌上的2个杯子泡2杯咖啡，在其中一杯里放入不好的事物，具体是什么，你可以自己拿主意，发挥你的想象力。唯一的要求是不能浪费太多的咖啡粉，那是我用高原特产的咖啡豆自己手磨的。好的。克莱恩虽然不是太明白老尼尔想做什么，但还是愉快地答应了下来。看着对方拿出铜制钥匙，打开武器库的铁门，听到里面回荡起悠长的脚步声，他慢悠悠摆好杯子，确认了壶里有热水，揭去镶银吸管的盖子。克莱恩用泛着金属光泽的小勺分别往2个杯子里抖了一勺香味浓郁的咖啡粉，接着倒上热水，熟人搅拌。作为一名物资丰富时代过来的穿越者，他对咖啡不算陌生。做完这一切，克莱恩思考片刻，坐了下来，翘起右腿，用手捻取了些许皮靴鞋底沾染的泥土，并放入左侧那个杯子里。然后他仔细又做了一次搅拌，直到2杯咖啡从外观颜色和本身香味上几乎没什么区别。过了几分钟，老尼尔甩着钥匙串走出了武器库，哐当一声关上了铁门。弄好了，他略显浑浊的暗红眼眸转动，望向了桌子对面的克莱恩。好了。克莱恩点头回答。老尼尔笑了一声，边解开手腕缠绕的银链，边坐了下来。他的表情很快变得沉静，左手持握链条伸出，让银链竖直垂于自身右侧的咖啡杯之上，那枚纯净的白水晶只差一点就要沾染上液体。一阵令人放松的安宁里，那枚白水晶莫名有了轻微摆动，带着银链做起了小幅度的逆时针运转。这杯是放过不好事物的，老尼尔用肯定的口吻说道。不等克莱恩确认，他收起银链，拿起旁边那杯咖啡抿了一口。你喜欢喝苦咖啡吗？我习惯是1勺糖1勺牛奶。克莱恩没做回答，兴趣浓厚地问道。您的占卜结果很准确，是依靠那枚白水晶吗？是白水晶吧？这是占卜里的垂白法，又叫灵白法，依靠本身心灵体与灵界、星空的联系，借助一些自然材质与灵性的沟通，比如水晶、宝石和特殊金属，来占卜事物的好坏。让我们回到刚才那2杯咖啡，逆时针摆动为坏，顺时针为好，不动就是不好也不坏。你也可以将事件写在纸上，注意，是事件，不是问题。老尼尔放下手中咖啡杯，详细讲解道。克莱恩仿佛在思考般道，也就是不要用疑问的语句。对，不能用谁谁谁是否愿意做我的未婚妻，要用谁谁谁愿意做我的未婚妻。将它写在纸上，平放于桌面，然后用非惯用手拿住摆链，
注意，是非惯用手。老尼尔呵呵笑道。这个时候，将手臂打直，调整摆链长度，让水晶刚好垂在纸张正上方，几乎接触我们书写的事件，然后闭上眼睛，于心里默念那段话语7遍。默念完，睁开眼睛，看灵摆是否有转动，没有，就再次闭上，重复之前的过程，直到有摆动。克莱恩微微点头道：逆时针否，顺时针是，也可以解读为不顺利和顺利。老尼尔纠正了一下，将灵摆占卜的其他用法和细节交给了克莱恩。克莱恩回味几遍，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占卜技巧。比如到了陌生环境，能用它快速确认食物是否有毒，不需要额外再点野外生物学等技能。当然，这种占卜的形式太过简单，得到的答案也只有2-3种，无法进行深入的探究和解读。比如某些东西虽然对本身有害，但经过一定处理又能变得非常有益。比如有的食材对人体确实有损害，但并不严重，在快要饿死的情况下吃一吃其实没太大问题。这些都无法用灵摆法来判断，我得尽快攒钱买水晶或纯银来制作灵摆了。克莱恩叹息出声。老尼尔诧异的看了他一眼。你可以直接申请的，这属于非凡者，尤其我们这种偏辅助类型的非凡者的知识装备。武器库里还有一根黄水晶和一根纯银的灵摆，可我还不算小队的正式成员啊。克莱恩怦然心动，略有犹豫。老尼尔轻笑道，对于非凡者，无论是不是正式成员，既然不涨薪税，那肯定得从别的方面给予一定便利，用福利可能更恰当。我等下就向队长申请。克莱恩暗自握拳，做出了决定。不试一试，又怎么能知道队长是否同意呢？好的，老尼尔笑笑道，我们开始正式的神秘学课程。它基础之一叫象征，知道什么是象征吗？克莱恩回忆着之前听到的只言片语和自己在灵界，在灰雾之上的所见所闻，斟酌着说道，无论灵界还是虚幻的星空，以及那些未知的领域，都处于我们感官世界之外，不是耳朵、鼻子和眼睛获得的信息可以准确描述的。我们得到的只能是难以言说的直观启示和经验，它们又外显为抽象的符号和图形象征，这些象征就分别代表着不同事物不同含义，很准确，不愧是占卜家。老尼尔严肃点头道，只有掌握了解读象征的能力，才算真正进入神秘学的大门。塔罗牌上的图案，图案上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一种象征，人为规定的象征，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解读原始的启示。他抽出一张纸，拿起旁边的钢笔，画了条不长的弧线，紧跟着他在弧线下方刷刷添了几条竖线，抬头望向克莱恩道，知道这个象征代表什么吗？克莱恩看了又看，好一会儿才犹豫着说道，眼睫毛。老尼尔吐了口气道，这是丰收星座的象征，这是雷鸣星座的，这是白霜星座的。他随手又画了好几个象征符号。克莱恩一边记忆，一边忍不住开口道，这些星座的名字真是特别的质朴，对，质朴，好乡土，好原始。老尼尔露出笑容道，当初罗塞尔大帝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他一直打算将星座名称改成什么处女座、巨蟹座、天蝎座，可惜他还是没能抗衡住传统的力量。至少这些星座的古老名称和各自代表的日期能指导耕种，指导收获。不得不说，罗塞尔大帝是个有想法的人。克莱恩不知该如何吐槽。罗塞尔大帝生前应该是个体面人。老尼尔无法理解克莱恩的幽默，继续讲解起各种基础的象征符号，比如各种星座的，比如太阳、红月、鹤星、赤星和蓝星的。讲这些的时候，他又穿插着教导了占卜星盘的画法和注意事项，水晶球的制作与材料，皱纹的选择，听得克莱恩几乎有目不暇接的感觉。若非他发现占卜家魔药有小幅度提升自己的记忆力，早就让老尼尔停止，方便自身消化所得了。今天的神秘学课程就到这里，你自己思考思考，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来找我。老尼尔拿出块金色怀表，啪的按开看了一眼，不要忘记阅读我给你准备的历史资料。坦白的讲，我看到他们就感觉畏惧。好的，克莱恩拿过老尼尔书写有符号的那些草稿，先将今天学到的神秘知识快速过了一遍，免得出现明显遗忘。老尼尔又抿了口重新冲泡过的咖啡道，光靠记忆不行，必须经常使用，这样才能将知识化为你的本能。还有，冥想也得每天进行，只有多练习、多使用，才能真正掌握住魔药的力量。
挖掘出他潜藏的神秘，消弭掉不好的影响。提到这个，克莱恩就想起了扮演，想起了占卜俱乐部，试探着说道：我魔药的能力与占卜有关，只靠一个人练习是不行的，必须和大量的人接触，分别给他们占卜，才能尽快掌握。我打算有了额外的钱，就去加入占卜俱乐部，北区豪尔斯街上的那个，做一位真正的占卜家。这件事情将来肯定瞒不过职业者们，提前铺垫一下比较好。你的想法和戴利很像啊，他一直说要做个真正的通灵者。老尼尔摇头笑道，可为什么要等到有了额外的钱再去？你可以写申请给邓恩，让他批准费用啊。占卜俱乐部之类的组织也许有混入邪教徒和邪恶组织的成员，你作为职业者小队的文职人员，标准的非凡者，加入他们，方便的进行监控，属于工作的需要啊。我们之前会定期巡查这些地方，只是因为人手不够，难以长时间的跟踪，现在正好交给你，还有这种操作。看着老尼尔一本正经的表情，克莱恩简直惊呆了，这是光明正大找理由给自身私事报销费用啊。我对类似的事情简直一无所知，我果然只是一个键盘强者。你希望用自己的金钱去做这件事情？老尼尔见状，含笑补了一句。克莱恩当即摇头，语气坚定的回答：我等下就打报告给队长。老尼尔满意颔首，望了眼尚未倒掉的有不好事物的那杯咖啡道：你究竟在里面放了什么？克莱恩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只是皮靴鞋底的一点污泥，它的颜色和您的咖啡粉差不多。老尼尔怔了一下，忽然用手抵住嘴巴，低声吼道：还不把它拿去倒掉。第41章奥黛丽和他的苏茜。倒了咖啡，回到武器库，拿上老尼尔整理的厚厚一叠历史资料和那些讲解草稿。克莱恩沿着墙上的一盏盏煤气灯，拐向了通往黑金级安保公司的阶梯。哒哒哒，脚步声回荡在密封而空寂的地底。克莱恩走完盘旋的楼梯，推开房门，稍作辨认，直奔对面的第二间办公室。经过2天的熟悉，他已大致弄清楚了黑金级安保公司的布局。刚入门是宽敞的接待厅，有一组沙发和桌椅，通过隔断是内侧区域。走廊左侧的3个房间由近及远，分别是属于奥利安娜太太的会计室，摆放有几张类似沙发床的休息室，通往地底的阶梯所在。右侧3个房间由近及远，则分别为队长邓恩、史密斯的办公室，配置了打字机的文职人员办公室，职业者小队正式成员的娱乐室。克莱恩之前就看见伦纳德、米切尔在娱乐室和另外2位小队成员玩纸牌，他猜测是斗地主，当然罗塞尔大帝已将它重新命名，叫做斗邪恶，只是玩法和克莱恩知道的没有任何区别。布莱特职业后会有1天的补眠福利，罗珊待在接待台那里，负责购买、申领物资和兼职马车夫的西泽尔·弗朗西斯一如既往的外出。当克莱恩推开文职人员办公室的房门时，里面3张桌子全部空着，纯机械的打字机静静安放。阿克森公司的1346型打字机。在导师办公室和韦尔奇家里见过类似物品的克莱恩低语了一句，只觉那隐约可见的复杂控制系统充满了机械的美感。他走到有打字机的办公桌前坐下，酝酿了一阵，尝试起虚拟打字。最开始他总是本能的处理成拼音，等到熟悉才消化掉原主相应的记忆碎片，不再出错。哒哒哒，有节奏的键盘敲击声仿佛一曲来自金属、来自工业的钢印乐曲。在这种旋律的伴随下，克莱恩飞快弄好了申请经费的文件，但他没急着去找邓恩、史密斯，而是收敛心情，认真阅读起老尼尔提供的历史资料，既是复习，也是学习。临近中午，他活动了下脖子，收起资料，根据神秘学课程的草稿回味巩固了一遍上午学习的内容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他才拿上申请书，来到隔壁办公室，轻缓敲响了房门。邓恩正等待午餐的送达，看见克莱恩递过来的文件后，嘴角略微上翘道：老尼尔教你的。克莱恩一点也没有犹豫的出卖了老尼尔。邓恩拿起那根暗红钢笔，刷刷签了个字道：正好要向教会和郡警察厅申请7月、8月和9月的经费，我将你这个列入进去，等审批下来再找奥利安娜太太支取，领摆下午就可以领了。好的，克莱恩简洁有力的回答道，他的语气和目光都染上了明显的喜意。告辞之前，他随口问了一句：7月、8月和9月的经费，不是应该6月就申请完成了吗？
哪有到了7月再申请7月经费的事情？邓恩沉默了几秒，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道：“6月连续遇上3起案子，忙的有些事情被遗忘了，不愧是记忆力欠佳的队长。”克莱恩知道自己问了不该问的问题，干笑2声，赶紧出门。就这样，他开始了简单而规律的生活：清晨半个小时的冥想，上午2个小时的神秘学课程，1个半小时的历史资料掌握，午餐之后在休息室小睡一会，恢复精力。接着领取子弹，去射击俱乐部练习，练习完毕，再散步去不算远的韦尔奇住所，更换路线，走回铁十字街，这样能省掉1趟公共马车费。如果还有空闲，就熟练零式、灵摆等技能，并顺便买个菜。一间仪器和物品齐全的私人化学实验室内，个子高挑、金发柔顺的奥黛丽凝视着手中的杯子，只见无数气泡冒出，让氛围都变得宁静。最终，杯子里的液体沉淀为了粘稠的银白。哈哈，我果然有神秘学的天赋，一次就成功了。之前还担心失败，准备了足足2份材料。少女欣喜的自语道。她将家族宝库中拿的和别人那里交换来的各种剩余材料收好，深吸了口气，准备眼睛一闭，喝下那杯观众魔药。就在这时，实验室外传来汪汪汪的叫声，奥黛丽一下皱起了眉头。她将那银白液体轻轻荡漾的杯子放入阴暗的角落里，转过身体，走到门边。苏倩，谁来了？奥黛丽拧动把手，问着门口端坐的金毛大狗。金毛大狗苏倩摇着尾巴，一脸讨好，贴身女仆安妮则出现在了附近的走廊上。奥黛丽走出实验室，反手拉拢大门，看向安妮道：“不是说过吗？不要在我做化学实验室打扰我。”安妮苦恼地回答道：“可有份公爵夫人的邀请，黛拉夫人的，尼根公爵的夫人。”奥黛丽往前走了几步，靠近安妮道：“是的，她请到了宫廷烘焙师薇薇女士，邀请夫人和您去品尝下午茶。”安妮说着请柬的内容。奥黛丽微不可见的鼓了下腮帮子道：“告诉我母亲，说我头晕，或许是阳光太强烈了，有点脱水，请她代我向黛拉夫人说声对不起。”说话间，她做出了一副虚弱的样子。“小姐，这不仅仅是下午茶，还是一个文学沙龙。”安妮补充道。“但这不能治好我的头晕，我需要休息。”奥黛丽坚定的拒绝道。与此同时，她在心里默默的念叨着：“如果坚持，那我就晕倒给你们看。”礼仪老师说我这个动作做得非常完美。我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。好吧，安妮吐了口气道：“需要我扶您回房间吗？”“不需要，我先收拾实验室。”奥黛丽恨不得立刻返回服食魔药，但她还是按捺住性子，目送安妮远去，然后才反身走回实验室门口。突然，她发现本该待在外面的金毛大狗苏倩不见了，而实验室的大门半敞开着。我忘记苏倩会开有把手的门了。什么声音？不好！奥黛丽听到里面传来清脆的动静，忽然有了一个联想，猛地冲进了实验室。她视线所及是摔碎在地上的杯子，是金毛大狗苏倩舔掉的最后一滴银白液体。奥黛丽傻在了门口，仿佛一尊雕像。金毛大狗苏倩当即端坐，用无辜的眼神望向主人，摇起了尾巴。普利兹港的外海位置，一个总是笼罩风暴的岛屿上，一艘古代帆船停于港口。有着柔软黄发、身穿闪电花纹长袍的男子看着对面的阿尔杰·威尔逊，非常不解地说道：“阿尔杰，你完全可以回到王国，成为带法者小队的队长或者一位体面的主教。为什么要选择出海，选择成为幽兰复仇者的船长？”阿尔杰粗犷深刻的脸庞没有额外的表情，庄严肃穆地回答道：“大海属于风暴，这是主的国度，我愿意遵循主的意志，替他巡视这片国度。”好吧，黄发男子握拳击胸道：“风暴与你同在，风暴与你同在。”阿尔杰回以标准的礼节。他站在没几名船员的甲板上，看着同伴离开幽灵船，越走越远。“塞恩斯，你不明白是因为你知道的不够多。”阿尔杰无声低语了一句。与此同时，奥黛丽胆战心惊地完成了第2次调制，看着和之前没什么区别的银白魔药，她感动得差点流下眼泪。呼，她小口而快速地喝下了观众魔药。周五，一场暴雨袭击了廷根，哗啦啦的雨点敲打着所有的窗户。黑金级安保公司内，克莱恩、罗珊和布莱特坐在接待厅的沙发上，享受着桌上的午餐。因为这里只有烧水的炉子，没法热剩菜，
克莱恩又不可能天天吃黑面包，或者坐公共马车回去那样，他下午从铁十字街走到韦尔奇的住所后，还得考虑坐车返回，非常浪费钱，所以只好跟着罗珊等同事吃所谓的办公室伙食。附近的老威尔餐厅每天10点半会准时派一位服务生过来，询问这里有几位需要午餐，确定了份数后，他们会在中午12点半送来，用类似于饭盒的器皿盛放，下午3点则再来问是否订晚餐，并回收餐具。这样的伙食有肉、有菜、有面包，虽然分量都不是很多，但也勉强可以让一个人吃饱。一顿从7便士到10便士不等，有不同的档次。克莱恩厚着脸皮，每次都选7便士的，一般有半磅燕麦面包，一小块不同做法的肉，一勺有蔬菜的浓汤，以及少许奶油或者黄油。今天竟然只有一位职业者在。罗珊用勺子将浓汤送入口中。听说是金梧桐区出了件案子，有教派的元素，所以警察部门请了2位职业者过去。布莱特放下面包道。克莱恩用剩下的燕麦面包蘸着最后的肉汁，塞入口中，没有说话。他的左手袖口内隐约有缠绕一根吊着黄水晶的银质链条。就在这时，扮演的大门处传来咚咚咚的敲击声。请进罗珊愣了一下，放好勺子，快速用手帕擦了擦嘴，起身说道。大门被推开，进来一位头戴半高礼帽、黑色正装左侧肩膀位置被淋湿的男子。他鬓角花白，手提收起的雨伞，看向克莱恩等人道：这里就是以前的佣兵小队。可以这么说，罗珊熟忍回答。那位高瘦的男子咳嗽了一声道：我有件任务想要委托，